昨天到今天，连续好几条消息把大家都给看懵了。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喊着要炸伊朗，今天就说和平解决了，再一次狼来了，把国际金融市场玩的是团团转。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事儿，我看很多朋友也很懵，就是我们出手制裁了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很多人说特奥多罗他又不来中国，制裁有什么用呢？包括呢577总统说要辞职，很多人心里也咯噔了一下，说中塞关系是不是要受影响了？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今天世界杯正式开幕。那么以上这4个事儿，我认为都值得一说，而且这4个事儿正好对应了4句老话。今天呢，我用最短的时间给大家说清楚。第一句话就是虚张声势，终会露馅儿。这句话呢，说的就是特朗普总统。昨天才放狠话，要48个小时占领哈尔科岛，今天就发声明说伊朗全盘同意军事打击取消。结果呢？结果伊朗直接辟谣说尚未就以美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以色列也说没有收到任何最终敲定的通知，根本就没这回事儿。所以说白了，就是放完狠话没人接茬，自己找个台阶下。现在的美国虽然军事实力依然是全球第一，但是国内问题缠身，已经越来越不敢轻易的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了。狠话喊得越响，心里就越虚。所以说第一句话就叫虚张声势，终会露馅。那么第二句叫吃饭砸锅，必有恶果。这句话说的就是特奥多罗。很多人问，特奥多罗他不来中国，我们制裁有用吗？为什么不制裁小马克思呢？我的观点就是，制裁的核心根本不是不让他入境，而是禁止他和他的全家跟我们中国做任何的交易做生意。这等于什么呢？这等于直接斩断了他这辈子的财路和政治后路。以后全球任何想跟我们中国做生意的公司都要考虑考虑，要不要离他远一点。那么为什么是他呢？因为小马克思他还想着两边捞好处，两边占便宜，而特奥多罗他是铁了心要把菲律宾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这个人呢，说实话我们已经忍他很久了。2024年开始，他先是公然撒谎说从来没有参与任何与我们达成的仁爱礁内部的协定。然后他欢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大肆的污蔑攻击我们中国。再过了几个月，他嚷嚷着我们中国应该无核化。去年的9月份还污蔑我们93阅兵，说我们93阅兵是恐吓小国。除此之外，他还驾着军机窜访中业岛，突袭合法的我们中资的钢厂，抓了我们同胞。而且他还把我们中国平价支援菲律宾的春耕的化肥污蔑成为说我们中国的阴谋，等等等等，可以说桩桩件件突破了底线。我们这一次我认为其实也是立了一个新的规矩，就是反华再也没有零成本了，谁越线谁买单，就是这句话，吃饭砸锅必有恶果。那么第3句话，以退为进方为上策，这句话说的就是577。很多朋友这次一看到辞职这2个字儿就有点慌了，其实是完全搞反了。塞尔维亚是一个半总统议会制的国家，总统更多的是负责外交和国防礼仪，真正掌握内政实权的，能直接调度资源的，推进项目的是总理。577 2014到2017年当过总理，他比谁都清楚哪个位置能拍板能干实事。现在呢，他辞掉总统，亲自去竞选总理，不是大家很多人认为的权力变小了，而是变大了。因为以前很多合作的项目，他只能签字同意，没有办法直接去抓落实。以后他当了总理，直接审批，可以直接的调度资源，咱们的匈塞铁路、钢厂、铜矿这些项目，未来会推进的更快更顺。那么他这一步走的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小国不用非得选边站队，只选能让自己和自己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路。第4句，功夫在诗外，输赢在场外，这句话呢，说的就是这次的世界杯。很多朋友说我们这次国足没去，跟我们关系不大，没关系。如果这么想呢，格局就小了。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足球比赛，它是和平时代的一个国力的秀场。我们国足没有去，但是你看，我们中国的赞助商这次占了1/4，是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赞助国。场上踢的那个足球呢，是我们深圳造的，
看台上的大屏幕呢，跑着的轻轨呢，也都是咱们中国企业搞定的，而且场馆装备我们是多点嵌入。另外大家都注意到，我们中国裁判马宁连续2届担任主裁，开幕式上2只拉布布跟马宁凑成了我们网友所说的叫中国首发拉布布加马宁。我们国足这次虽然没有去，但是你看咱们这支中国队也没闲着，真正的较量从来都不止在绿茵场上。好了，以上4个事儿我讲完了。你看，虚张声势的终究会露馅儿，吃饭砸锅的迟早会自食其果，智慧通透的懂得以退为进，埋头实干的早已经在别处开花了。当然了，世界的局势远比我讲的复杂，远比这复杂。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大家都不装了，也不用装了，拼的就是硬实力，比的就是真本事。你看别人在反复的横跳，我们在坚守底线；别人在左右的摇摆，我们在稳扎稳打。那么这就是今天最真实的世界。您说是不是这样呢？